在本次採訪中，你們將完全遵循本心，不刻意隱瞞，不誇大其詞，承諾回答的所有問題都真實無誤，能夠保證嗎？我保證，如有撒謊，發自拍9宮格。我保證，如有撒謊，吃火鍋9宮格。我想吃火鍋。这位是我們劇組出了名的。據事介紹，坐在你身邊的這位是誰？這位是我們劇組出了名的笑點低行武。這位是我們劇組出了名的愛生氣情愛生氣情也。這位是我們劇組出了名敬業戲好人又好的小林李雲瑞。這位是我們劇組出了名的卷王，演技好，敬業專業的小童老師。最開始知道跟您演對手戲的是他時的內心 OS 是，之前沒有接觸過，好像也不認識，所以是一個就是很新鮮的開始，就是挺期待的。對，因為確實之前也不認識，只有一個熒幕的形象和印象在記憶裡邊，然後還挺期待的。那兩位合作前後對對方這個印象的發生變化？就是一個感覺從安靜變得活潑的一個變化。我覺得我們兩個應該都是對。剛見面的時候，兩個人可能都稍微有一些距離感，然後比較非常禮貌，話也很少，就也不好打開這個話匣子。但是慢慢的就是熟起來就好了，熟起来就好了。那你们有没有通過什麼樣共同話題，或者怎麼樣來打開這個話匣子？我們倆愛好也很像，然後呢，就是吃喝的這些東西，然後也挺像，所以大家就比較能聊到一起去。行武的金髮背後有什麼故事嗎？當時試了好幾個金髮在那兒。其實最開始是想說能不能自己去弄這個顏色，但是因為拍戲嘛，它不是按這個時間順序來的，所以就還是選擇這種假髮試了一個顏色吧。反正越拍越好啊。剛開始第一天的時候也有點不太準感覺，對，但後來也是，我覺得金髮在氣質上也是幫助我，也是建立一個信念感的過程。對，造型。看到自己金髮有沒有不一樣的感受，還是說你小時候有沒有想過也成為這種金髮黃毛的感覺？其實也想過，比較特別嘛。但是在成長過程中也沒有機會有這樣的一個嘗試，只能在拍戲裡。目前沒有過啊，我有時候戴上就覺得說，好像不是我了，我現在是行武了。進入到行武的世界裡，大家好像對黃毛會有一些偏見，那我們行武這個黃毛有怎麼樣的一個不一樣法？行武不是主觀想黃毛。對，他這個黃毛不是他主觀意願上的，他是他媽媽在理髮店染髮練手，然後給我們仨染的各種顏色。他不是自己說要跟別人不一樣，我要特立獨行，我去染這個黃毛，所以不是他主觀意願上的。當然，我覺得大家有一個刻板印象，可能覺得黃毛是比較叛逆、比較特立獨行的了。但是行武呢，我覺得他就是有這樣一個反差在，可能他外表上看起來比較冷，嘴也比較毒吧，但是他其實心底是很柔軟的、很細膩、非常有擔當的一個男孩子。你們上學的時候有哪些非主流經歷？個性簽名，就那些花體字什麼的吧，老覺得自己好像每天都很 emo， 明明好像每天都樂得跟小傻子一樣，但是一定要在個性簽名上必須 emo。我記得是頭髮那個斜劉海，你知道嗎？特別流行，然後就斜過來，一定要就是斜的非常的有角度，頭髮得蓬鬆。就記得大家當時都是那樣，非常執着於自己的那個頭髮，然後走路都得甩。那這髮型沒有被老師或者家長警告嗎？當然說呀，我就在那個邊緣游走，不至於是最長的那幾個但是呢也會跟隨那個方向，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對，找了一個中間的平衡。晴野在變形的過程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什麼？生活環境的一個改變吧，然後身邊人的一個改变。我覺得其實就他成長可能没有經歷過這些事情，然後突如其來的變故讓他不得已的去快速的適應整個的一切。我覺得晴野的變形記是很溫暖，然後也是很治癒他的一個過程。雖然前面看起來有點挑這個挑那個，但其實這個角色的底色也是很善良的，而且也是很積極的那一種。那如果讓你們給自己安排一場變形記的大改造的話，你們最想改造什麼？特立獨行，想變得叛逆，想當叛逆少女。那我當叛逆少年。想當拽姐，拽哥。
有沒有看些偶像劇取經？因为我特別愛看偶像劇，我巨愛看偶像劇，我還就愛看這種就是愛情故事的偶像劇，然後借着這個機會就更可以名正言順的去看了。但是這回看的時候就不是那種說哇花痴眼的去看，然後而是就是帶着腦子去看，看看人家是怎麼演啊，怎麼拿捏節奏啊，怎麼把控全局的呀，就這種。我也看，但是我看的沒那麼多，因為他確實看挺多的。我有時候問他看什麼推薦，我一推薦一大串，你知道嗎？一列表，如數家珍。就你說偶像劇這塊，哎呀，那真是。對，我就是也會看一些偶像劇，然後看一些和邢武這個人設氣質比較貼合的，然後找一找方法吧。邢武作為豆汁受害者聯盟，想說。那麼小林知道小童是豆汁的野生推廣大使嗎？我知道。那小童最近有沒有給誰推薦過豆汁？最近沒有，主要也沒功夫。但是如果是在北京的話，我哪天一定請你喝喝特別地道的豆汁。香。這還得配膠圈，對吧？對，而且一定是那家買的，就那種現煮的。小林之前直播說在海邊跑步偶遇小童，所以誰是劇組健身最卷的？都挺，反正我挺努力的。當時小童可卷了。跑步、健身，悄悄的，然後健身房出現，然後跑步，然後也悄悄的，經常，健身房碰見了，然後，舉啞鈴，要麼就偷偷的要跑回去，然後被發現了，然後他也，那他也要跑回去，然後就碰到了，對，瞞着對方在卷，對。那其實還有雨中打戲和這個洗澡戲，所以我們小林有特意訓練一下這個肌肉嗎？確實是有的，因為。我覺得邢武要比我想象的要高大一點，要壯實一點，所以其實當時在進組之前，包括進組之後，也一直有在舉鐵，然後在保持這個低體脂的同時，讓維度稍微大一點，顯得有力量感、有安全感嘛。我當時還去那個陽台上助曬，曬黑一點，因為我覺得白了好像也不是那個味兒，所以就在身形上面做了一些改造。但後面發現助曬已經不需要了，後面就不需要了。你被海邊風一吹，已經給曬黑了，我都黑了。那其實這麼努力的情況下，你們看自己瘦了幾斤？我是長了好幾斤。我瘦了還行，但我最近可能會比之前會瘦一些，因為我發現管住嘴好像比練要更重要。網友說關曉彤不用化妝洗把臉就能出門，對此關曉彤想說：你這個說錯了，原熱搜不是這個的，是讓我穿着睡衣走紅毯，我可是記着呢。我沒什麼想說的，好像都是對我顏值的誇讚，我都挺開心的。所以平常出門的你是什麼狀態？我是會先化一個妝，然後化完之後發現自己化的真的很難看，然後把它洗掉，然後再重新就只抹個粒，然後刷眉毛出門。因為我化完之後感覺有點就畫的不是特別乾淨，給自己畫的。對。網友說李雲瑞給人一種死纏爛打就能追上的感覺，像學生時代很招人喜歡的男同學。李雲瑞贊同還是反對？反對。這死纏爛打，大家都不會這樣吧？主要是我們老是想說，就是現女生也是沒有，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聽你說。這個好難啊，這個好難啊。那你在讀書的時候是學校裡面這種風雲人物嗎？我還好吧，我就是學業和豐富的課餘生活，然後和球場。會有很多同學來看你打籃球。我球打得還行，比如說球隊會訓練啊什麼的，大家會來看一看吧。戲里情也和邢武最耀眼的時刻是。我覺得是他們為了追上彼此而共同努力的時刻。我覺得可能不是某一個時刻，因為其實我們整個劇呈現的它不是好像一瞬間突然閃耀然後的一個折返，而是一點一滴的日常，然後細節累積到某個時刻爆發了。我覺得是那種。對，那你們覺得本人啊，在關曉彤和李雲瑞的人生裡，哪些瞬間是最耀眼的？我希望我接下來的每個時刻都可以很耀眼。把你說的。此刻很耀眼，未來也很耀眼。感受此刻的耀眼，期待未來的耀眼。默契考驗，兩人同時舉牌判斷對錯，共5題，答案一致，加20分，滿分共100。首先是秦野和邢武的校服褲邊是一條槓，對還是錯？準備啊，3、2、1，請舉牌。錯的，是2條槓。2條槓，我記得。你還跟我篤定？我就記得有個槓。可篤定了。對。對。西瓜遮臉的對視海報裡面，兩個人拿的西瓜露出來有17個黑色的瓜子，對還是錯
3、蒙吧2、1。啊，这个真对了，那你们也很有默契，蒙对了。好，第3题是秦野最喜欢的冰淇淋口味是草莓味。3、2、1，请举牌。对，曲奇香草，因为是我喜欢的味道。而且当时说我也喜欢曲奇香草。对对对，这是我最喜欢的口味。什么口味？曲奇香草。好的，那第4题是行武给秦野修宾馆里的空调，它这个螺丝刀柄是红色的，对还是錯？你呢？错的，我觉得。对，是绿色的，其实。好，第5题是秦野行武去吃席的这个通宝蹄筋烧海参，这道菜里面有6个海参，对还是錯？3、2、1，是对的。我觉得会更多呢，看起来那道菜。其實你們就是滿分。我們一直是以默契著稱的。對，我們是默契著稱的。可能對錯不一定，但是我們一定默契。經過今天的驗證，關曉彤和李是，他這個大名念起來有點很奇怪。對。經過今天的驗證，我們倆的友情默契值是100分。